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June， 欢迎你回到 Soft Day， 和我一起开心打造。那我之前有一支影片呢，就有观众在底下留言说许愿想要看左手相照，刚好我家里就有这种左手相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一起让这位观众愿望成真。Let's go！ 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左手相。这一颗左手相哦，我是今年3月才种下去的，当时它还很小一颗，现在是7月哦，你看它就长得那么茂盛了。那因为左手香它有很好的消炎止痒，还有镇定肌肤的功效，像是湿疹这一类的肌肤过敏者，在使用后都感觉到有帮助舒缓肌肤不适，所以就越来越多人喜爱使用左手香来做皂。现在我们要把叶子的部分剪下来，因为我们只需要用到叶子的部分。那这些剪下来的左手香叶子，现在就要拿去清洗，而梗的部分呢，我们就不要了，会丢掉。那最近一直都是在做素皂，你们看到应该也很闷了，而我的手工皂技法呢，也快要生锈了，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做一些不同的变化。我们今天要做一款羽毛暄软。那现在呢，我们要开始把它打成左手香汁，不需要加水哦，直接打。那一开始呢，它会有一点难打哦，因为它有一点干。可是当你开始打了一阵子过后呢，它会有一些左手香自己的那个汁会出来，过后就会比较好打了。好，这样就打好咯，没有加一滴水哦。这些都是左手香本身的这个左手香汁，现在我们要拿去过滤。那左手香还有其他的别名，像是倒手香、过手香、印度薄荷等等，而且它有很多不同的品种，外观也会不一样。关于这部分，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 Google 查询一下，了解更多的详细资料。把过滤后的左手香汁倒入模具里，然后拿去结冰。我买了这包左手香粉用作调色，那你们可以自行换去其他的植物粉或是皂用色粉。我一共使用了6克的左手香粉，而我今天制作的肥皂是2公斤的，那你们可以根据自己制作的分量去做加减。那今天这个皂呢，我有做2%的超脂，我会使用超脂部分的油来融化左手香粉，而剩余的部分就全部加入到总油量里。我们现在来溶解，记得在做皂过程中要戴上手套和护目镜，做好防护，打开风扇和窗户，避免吸入气体。在溶解时，氢氧化钠要分次加入，慢慢的融化，不要一次性把氢氧化钠全部倒入。就算冰块已经完全融化了，也可以多搅拌几分钟，以确保所有的氢氧化钠都有融化。那我发现刚才用的那个锅子有点小，所以我又换了大一点的锅。把碱液倒入油里，记得还要再过筛一遍，把残留的渣丢掉。使用打蛋器搅拌均匀后，再使用电动搅拌器开始打皂。当皂液出现细细的痕迹时，就可以加入精油了。把精油搅拌均匀，继续把皂液打至 light trace。那因为我今天要做暄软，所以我不会把皂液打至太浓稠，
可是如果你是想要制作塑造的话，可以继续把皂液打至 trace 再入模。那 trace 的状态可以去参考芦荟洗颜皂这支影片。分出400克的皂液，加入融化后的左手香粉做调色。先倒入一些皂液，大约模具的2公分满。现在开始制作羽毛渲染的部分，倒入一些棕色的皂液，然后在上面覆盖绿色的皂液，不断重复这个步骤，直到皂液占据模具的7分满。我建议在制作这个步骤时，棕色的皂液可以倒入宽一些，这样待会做渲染时才能有羽毛的效果。这是我用家里的衣架自己制作的，你们可以使用其他类似形状的工具来代替。把衣架放在棕色皂液的中心上方，往下压到模具的底部，然后往前推，再把衣架拿起来就行了。那关于这个羽毛的部分，我建议大家在倒皂液的时候可以倒得宽一些，这样当你使用衣架往下压的时候，你比较容易在正中间压下去。像是这样，这样的话呢，它有在正中间压下去，就两边都有那个羽毛的效果，就会呈现这样子嘛。可是像是这个啊，你看就没有呈现，就不是两边都有，只有这边有，这边却没有。看，可是如果你倒得宽一些哦，它比较容易在中间压过去，所以就能避免这个问题。那关于今天这个渲染造型啊，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Feather Swirl， 直接翻译过来呢就是羽毛渲染嘛。可是当我完成这个作品以后呢，我越看越觉得它很像是一个小树苗，就像是有2片叶子一样哦。有可能也是因为我今天使用的是左手香啊，那它的颜色呢又绿色，所以呢让我一直觉得它很像一个小树苗。那你们看到这个造型以后，你们觉得它更像是这个羽毛还是其他什么呢？欢迎你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。
左手香真的很容易养活，而且呢，它长得又快又茂盛，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，不妨尝试制作看看。我会把配方链接放在影片下方的描述栏里，你们待会可以去看看。那这个左手香皂2到4周以后就能使用了。如果你不会做皂，又想要尝试看看，那可以到我的网站下单订购，我会把网站链接一起放在下方的描述栏里。那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分享，记得给我点个赞，你们的点赞和留言就是我最大的鼓励，让我继续有动力制作更多的影片。那如果你有任何想要看的题材，也可以留言告诉我，有适合的题材我就会采用，又或是留言和我聊聊天也可以。那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个影片见。